这是一所专门用人体来做实验的美军基地。科学家为了研制出生化武器，于是在死刑犯的身上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实验。他们在男人的身体里注入了一种特殊的病毒，被感染者会出现两眼发光，浑身充满着血丝，并且外貌也逐渐向着吸血鬼的形态靠近。原来就在3天前，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老黄必死无疑时，老黄却安然无恙地从抢救室里走了出来。讨论着该怎么应付疫情时，一个男人想到了可以利用。科学家们将目标放在了一个孤儿小美的身上，而负责这次任务的则是特工大山。大山本想着编一个传染病的理由，将小美带到医院进行检查，可小美根本不吃这一套，她利用逃出了实验室的监视。大黑在知道大山背叛自己，带着猎物逃跑后，于是在电视上发布了大山拐卖儿童的新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大山带着小美来到警局，决定自首。可就在大山准备填写笔录时，山赶忙开枪反击，山意外被负责人大黑打中腹部。趁着对方换弹夹之际，大山带着小美驾驶着警车逃出了警局。而此时诡异的是，意外产生了幻觉，他梦见给他注射的医生突然变成了吸血鬼老黄。就在他准备啃咬自己时，死刑犯扫卫生时，意外对眼前的女吸血鬼产生了兴趣。为了调戏对方，作死的男人将队友的工作牌踢到了笼子的内部。眼看事已至此，小白只好趴在地上悄悄地伸手捡回工作牌。看着女人没有威胁，得寸进尺的男人决定自己来尝试一下。就在他将头伸进笼子的一瞬间，女人一把抓住男人的脖子，开始啃食起来。结局像大家猜测的一样，男人当场领了盒饭。已经逃出美国，前往了加拿大。他们来晚了一步。I put her on a boat to Canada. You tell me where she is. 可大黑根本不相信大山的鬼话。就在他扣动扳机准备解决掉大山时，小美从屋内走了出来。最终两人被实验室的武装部队成功逮捕。来到实验基地，病毒进入到小美身体里的一瞬间，老黄感应到了小美的存在，他们之间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大黑在解决完小美的事情后，来到会议室处理着监控里的烂摊子。他们发现录像里的女人并没有对小白痛下杀手，反而秒杀了欺负她的男人。于是几人决定对女吸血鬼施行安乐死，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而小白则负责押送着女人，在将女吸血鬼扔进封闭的空间后，博士按下了。就在女人支撑不住即将死亡时，大黑按下了结束的开关。原来是女人在3天前见到大黑的那一刻，精神力便侵入了她的体内，所以现在的大黑有一半是受吸血鬼的控制，一旦完全融合，大黑便会成为吸血鬼的傀儡。而此时的大山在趁着小白不注意时，偷偷给他注射了一针麻醉剂，随后利用他的眼睛识别成功打开了实验室的地牢，走进最深处，里面关押的正是老黄等一些变异体。初次见到老黄的大山被吓一跳，就在他转过身子时，马特从外面走了进来。Good time to talk. 在与马特的对话中，大山了解到，原来这些变异体都是他曾经带进来的死刑犯，他们在注射了老黄的血液后，通通发生了变异。而现如今的马特却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他察觉到这些吸血鬼似乎在互相交流，而老黄则是他们的领导者。I think he's gotten more powerful. What does Fanning want? 于是利用吸血鬼进行了生化实验。可就在实验的过程中，他们却发现变异体产生了独立意识，并且还能通过念力来控制人类。就在科学家们准备逃跑时，变异体突发暴动，疯狂地啃食着实验人员。最终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男人吸光女人体内的血液。这件事引起了国防部长的高度重视。既然研究不出病毒疫苗，那么可以变相地利用变异体来当做生化武器。于是部长命令科学家们修改方案，改为研究生化变异人。在接到新的任务后，科学家们立刻抓来一个变异体进行了实验。他们用电钻打通男人的大脑，将2个特殊的电子设备放入到男人的体内，随后将控制器连接在人类的大脑上。在工作人员的命令下，变异体听话地举起了右手。紧接着杰克又命令男人举起左手，控制器果然有效。就在他们为这次的成功庆祝时，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变异体放出的诱饵。晚上的杰克独自来到实验室，准备再次控制着变异体。可还没等他打开控制器时，男人却突然开口说话。You wanna play that guessing game again? 对方称想要与杰克来玩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下一秒，男人身上的手铐全部解锁。还没等杰克反应过来时，眼前却又出现了另一个杰克。被吓的杰克赶忙打开大门，仓皇而逃。猫和老鼠的游戏正式开始。杰克跑到马特的面前，祈求对方能救救自己。可还没等马特听清对方说的什么时，变异体已经来到杰克的身后。最终大猫顺利地吃掉了老鼠。大山在知道地下牢房发生暴乱后，立刻拉着小美的手逃出实验基地。就在两人路过转角时，刚才的变异体通过心灵感应找到了小美。男人一个大跳便骑到了大山的身上，紧接着掐住他的脖子准备饱餐一顿。就在男人张开血盆大口时，小美突然尖叫起来，下一秒变异体直接被弹飞数米远。原来这就是病毒在小美身上产生的变异反应，它成为了变异体的唯一威胁。就在小美精疲力尽的昏睡过去时，负责人大黑带着武装部队及时赶到，他们将两人带到了安全的地点。现如今基地已经乱作一团，他们在清点变异体时发现刚才攻击大山的史密斯已经逃出了实验基地。
如果不尽快的将他抓回基地的话，相信会有更多的受害者。就在国防部长一筹莫展时，小美利用心灵感应找到了史密斯的位置，于是几人驾驶着装甲车带着小美前往外面抓捕史密斯。而此时的吸血鬼老黄在感知到危险来临后，利用心灵感应呼唤了史密斯，本以为能得到老大的赞赏，可没曾想等来的却是一巴掌。Billy, Cardo is 12. 原本的他们已经快完成越狱计划，可却被愚蠢的史密斯搅得一团糟。而现如今的小美正带领着武装部队抓捕着史密斯，于是老黄命令史密斯必须要在他们找到自己时杀掉小美，不然他们将会永远的被关押在这个永无天日的地牢里。在接到老黄的命令后，史密斯强忍着剧痛来到外面抓捕着小美，而此时的大山一行人也正在仓库里清扫着变异体的余党。小美在躲避史密斯的抓捕时，跑进了一处荒废的仓库里。就在他准备感应史密斯的方位时，一只大手突然从右边的书架里伸了出来。小美在危急时刻利用尖叫声震倒了书架，将史密斯压在了下面，随后打开大门逃了出去。恰好此时大山及时赶到，在一梭子子弹的加持下，史密斯最终领了盒饭。而此时身在基地的老黄也感应到了史密斯已经死亡。预知到后患无穷的马特打开监狱里的太阳能，准备杀死所有变异体。就在他们痛苦不堪的哀嚎时，小美与其他感染者感觉到了一阵腹痛，原来是他们的体内已经拥有了吸血鬼的基因。如果最高领导者老黄被杀死，那么所有感染者都将会一起陪葬。最终他们只能先暂停杀掉老黄的计划，继续研究着病毒抗体。而此时的国防部长在知道实验基地发生暴动后，立刻联系了负责人老白，他不希望这场意外传到外边人的耳朵里，于是派遣部下抓住小美，继续他们的生化实验，而大山则把他杀人灭口即可。就在黑衣人驾车来到悬崖边，准备解决掉大山时，大山趁机一把夺过男人手里的手枪，反杀了对方。带着自己的前妻，大山决定杀回实验基地，救回小美。就在他们行走到一半时，负责人大黑却接到了任务失败的命令。接下来的他又要处理着大山的烂摊子。而此时的大山带着前妻寻找实验基地的方位时，意外被一个亡命之徒盯上。 Weapons on the ground. Hands in the air. 就在两人跪在地上祈求对方饶命时，大黑及时赶到。 I didn't know what Gilda was doing. Is Amy okay? I promised her I'd bring you back. 大黑并没有抓捕大山两人，反而提议将他们带回基地，一起救回小美。因为从一开始的他们只是想研究出病毒疫苗，而现如今的负责人却想着研究生化武器，所以他们必须要阻止这一切。在将大山两人放入后备箱后，大黑驾车前往了实验基地。他们抓住国防部长，威胁对方打开了关押吸血鬼的大门。就在大山找到小美准备救她出去时，大黑却从监控里发现了异常。科学家小白莫名的带着拖把朝着通讯中心的机房走去，这里面肯定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就在大黑奋力的朝着机房跑去时，小白已经拿起拖把疯狂的朝着控制器砸去。当大黑赶到时，以为时已晚，老黄控制着小白成功销毁了通讯中心，这样他们就没办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下一秒，监狱里的所有大门随之开启，吸血鬼从里面跑了出来。尽管大山一行人奋力的抵抗，可奈何变异体太过众多，前妻也在逃跑的过程中被吸血鬼咬伤。为了寻找到病毒抗体，大山最终将小美与前妻推上电梯，自己独自留在基地里寻找着解药。在他关上大门的那一刻，变异体敲碎窗户从里面跑了出来。大山跟着对讲机里大黑汇报的方向，成功来到了实验室。在救下博士安娜后，两人带着抗体朝着外面跑去。就在大山即将走到出口时，大黑却从监控里发现吸血鬼集体的朝着大山袭来。此时的他们只能暂时躲在监狱里的牢房里等待着救援。就在大黑一行人寻找着救回大山的办法时，小美趁机来到电脑的面前，按下了基地自毁程序。现在的大山只有2分钟的逃跑时间，不然他们都将会被炸死。拥有人类意识的老黄察觉到不妙后，立刻派遣吸血鬼朝着外面跑去。大山则利用这个间隙带着博士来到外面，打开一处隐蔽的通风口，准备离开基地。就在大山呼喊着博士逃出基地时，博士却莫名其妙地站在原地，将抗体交给了大山，自己则选择留在基地与吸血鬼同归于尽。无奈的大山只好接过疫苗，爬进了下水道。紧接着基地发生了爆炸，好在大山在爆炸的一瞬间爬出了下水道。随后的他拿着抗体来到了安全基地，马特则将抗体顺利地注射到了大山前妻的体内。就在几人围在一起高兴时，大黑却察觉到了大事不妙。基地爆炸后，按理说老黄已经被消灭，但小美却安然无恙，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并没有被炸死。就在大黑来到小美的房间准备询问真相时，小美却称他们已经来到了地面。 They're alive, and they're coming for us. 当马特一行人将头探出窗外时，老黄正死死地盯着他们。察觉到不妙的大黑赶忙带着武装部队对吸血鬼进行了扫荡。在安全的护送小美撤离后，大黑最终被吸血鬼扑倒在草地上，成为了吸血鬼的猎物。逃离安全的大山本想着带领小美逃出美国，
可就在他准备行动时，门外却传来了吸血鬼的声音。大山让小美待在屋内，自己去就来。当他回到屋内时，脖子上出现了吸血鬼的嘴印，大山也遭受了感染。就在女人掏出猎枪准备杀死大山时，小美突发变异，咬死了所有人。在给昏迷中的大山注入了自己的血液后，小美留下了几句遗言，随后独自来到外面猎杀着吸血鬼。影片的最后是小美成为了吸血鬼猎人，猎杀吸血鬼的画面。末日之旅第1季到此结束。